Hello，大家好，这里是 Kim Talks。Omicron 变种目前已经在至少57个国家出现，其中包括了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中东等多个地区。上个月11月26号，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在非洲南部出现的 Omicron 变种列为高关注变异株，因为目前所提供的证据表明 Omicron 变种拥有了几种突变。这些突变有可能会影响病毒的传播能力和病毒所引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我们每周都会以简短且内容丰富的视频，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分享有关我们人体的事实。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在影片开始之前，虽然 Omicron 变种一开始先在南非地区发现，但是这不代表 Omicron 变种是在南非地区演变而成的，它可以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这个 Omicron 变种的发现正是因为南非科学家快速的把它发现，然后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疫情不受控制之前有时间好好的了解它。回到正题，新冠病毒 Omicron 变种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呢？中国国家健委会之前列出了3种可能导致 Omicron 变种出现的可能性。第一点，新冠病毒可能感染了免疫缺陷患者。由于免疫缺陷患者的免疫系统在对抗传染病的时候存在受损或有可能完全缺失，所以病毒可以在患者体内经过较长时间的进化，而在进化的过程中，病毒积累了大量的突变，然后再通过偶然的机会传播到社区里面。美国数据分析公司 Inference 的创办人 Venki Soundararajan 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表面的棘蛋白出现了一组独特的突变，而这个突变是过去其他的新冠变种病毒从未出现过的，但是这个突变的基因序列却很常见于普通的感冒和艾滋病毒中。艾滋病毒是一种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让患者很容易的感染感冒和其他疾病。由于 Omicron 变种最早通报的地区是南非，而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科学家不难推断说 Omicron 变种是在南非当地获得了相关的基因序列。美国的科学家认为，带有这种突变的 Omicron 变种看起来更像一个正常的人体细胞，因此能够避开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攻击，使病毒更具有传染性。早期的研究表明，人体内的肺和消化系统的细胞是可以共同感染新冠病毒和普通感冒的。这种共同感染的情况是可以为病毒的进化创造良好的环境。患者体内的2种不同的病毒在进行自我复制的同时，也交换了它们彼此的基因序列，进而进化成新的变异病毒。第二点，当新冠病毒感染了某种动物时，也有可能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在动物群体里传播的过程中会经历适应性的进化，进而导致病毒的突变增加。在动物体内积累了很多突变后，这种变异后的病毒又传染回到人类身上。这一系列的过程可被称之为反向人畜共患病，就是当病原体从人类传播到动物。再来就是人畜共患病，就是当病原体从动物传播回到人类。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免疫学家Christian Anderson 就是其中一位专家，一直提出 Omicron 变种可能是通过反向人畜共患病出现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某些类型的动物可能是啮齿动物，在2020年年中时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不断的在这个物种体内进化，在其棘蛋白上积累了大约50个突变后，再感染回到人类身上。研究人员也确实在 Omicron 变种中发现了7个携带了允许病毒感染啮齿动物，如老鼠的基因序列的突变。最后，由于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进行额外的基因组测序测试来确定确诊病例属于哪一种新冠病毒变种，这意味着我们很难去追溯 Omicron 变种何时何地开始传播。Omicron 变异株有可能已经在那些无法承担额外基因组测序测试的国家或地区持续流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也因为检测能力的不足，进化过程中的中间带刺病毒没有能够被有关当局及时发现。南非当局虽然在10月24号的时候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 Omicron 变种病例，
可是研究人员发现，欧洲有可能比非洲更早出现 Omicron 变种病例。根据荷兰最新的报告，荷兰当局在南非通报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就已经发现了 Omicron 变种病例，其中一例还没有任何的理寻死。除此之外，一些报道也指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也有可能在南非通报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就已经发现了来自国外的 Omicron 变种病例。话说到这里，不管 Omicron 变种是如何出现的，相信大部分人都可能认为 Omicron 变种会再次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但一些专家提出了他们不一样的想法。德国公共卫生专家 Karl Lauterbach 认为 Omicron 变种是送给世界的圣诞礼物，甚至有机会加速疫情的结束，因为他发现单单在 Omicron 变种的肌蛋白上就可以发现多达32个突变，这代表了新冠病毒可以优化它的传播能力，但也会降低疾病的严重程度。这个进化的过程和大多数呼吸道病毒的进化是一致的。最近，虽然南非每日确诊病例猛增，但南非专家表示，大部分人的症状较轻，大部分住院的患者也都是还未接种疫苗的。同时，有报道称 Omicron 变种的确诊症状比以前任何的变种都来得轻。来自南非的统计数据也表明，目前 Omicron 变种的患者都没有出现住院或死亡的情况。南非当地的医生也透露说，在疲劳、头痛、肌肉酸痛等这些轻微症状消失的几天后，患者就会自然的康复，而这与普通感冒的情况非常相似。除此之外，南非流行病学专家 Salim Abdul Karim 也认为，现有的新冠疫苗对 Omicron 变种仍然非常有效。尽管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多，但还是需要好几个星期才能确定这个变种的严重程度。根据目前其他变种对疫苗反应的研究，他也预计疫苗在避免住院和危重患者方面还是非常的有效的。此外，墨尔本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Tony Blackley 也表示，虽然还不确定，但是目前的证据表明说 Omicron 变种可能毒性较小，可能对疫情是有益的。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CDC 表示，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欧洲大部分地区每天新增的病例会有一半以上是因为 Omicron 变种导致的，但他们也强调目前的证据还是很有限的，还是有很多因素是可以改变情势的。ECDC 根据数学模型的初步数据发现，跟 Delta 变种相比， Omicron 变种在传播性方面有更大的优势，所以如果在欧洲地区传播范围越广， Omicron 变种造成大多数感染的预期时间就也会越短。可是有关当局还需要2到3个星期的时间来研究这个新的变种，包括它的传染性、免疫逃匿程度、症状严重程度，以及疫苗接种和加强剂接种之间的差异。因此，正因为数据有限，所以我们更应该采取多层次的措施来延缓疫情。ECDC 建议让那些尚未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疫苗，和让那些40岁以上的民众接种加强剂是当下最重要的措施。有证据表明，新冠疫苗接种不仅可以显著地降低住院率和死亡率，而且还可以降低新冠肺炎后遗症发生的可能性。保持社交距离和确保社交场所通风，生病时居家工作也是可以有效地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再来，任何临时的旅行措施都有必要根据疫情的最新证据和趋势进行随时的调整。好了，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你对 Omicron 变种有任何疑问吗？欢迎在下方和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按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关注我们未来的内容。拜拜。